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部动漫《东京食尸鬼》。说到这个食尸鬼啊，这是阿拉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，他们会劫掠坟墓，以死者的尸体的血肉或者是幼儿为食，也会将人杀害然后吞噬。但是他们吃不下去人类的食物，否则就会恶心作呕。以上资料参考自某百科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主题。话说，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里，开篇就是一场腥风血雨，两只食尸鬼在水族馆单挑，谁输谁赢并不重要，因为故事正式开始是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。男主金木研和他的金发朋友英正正在咖啡厅里悠闲地喝着咖啡，新闻里播报着食尸鬼吃人的事情。不过对于小金和金毛来说，新闻播报声只不过是背景音乐，他们在意的是如何和女孩约会的事情。原来啊，小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，为了跟她偶遇，才天天来这家咖啡店里。金毛知道之后呢，就一直给小金开玩笑，还是算了吧，谁愿意跟你一个书呆子在一起。这时候金毛发现咖啡店的服务员小姐姐很可爱，就主动问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误导董香。金毛又接着问人家有没有对象啊这样的问题，香香觉得非常害羞就跑开了，这可让小金非常慌啊！万一金毛把人家店员惹毛了，以后人家都不让他进来，他可就再也没有机会和那个小姐姐偶遇了。于是小金立刻斥责金毛，你个完犊子的，赶紧给我老实点。就在这时，店里的门铃响了，伴随着音乐走进来一个可人，她就是小金心心念念朝思暮想的女孩神代力士。为了亲切，我们直接简称为小神吧。小神可谓是长发飘飘，顾盼生辉，分分钟就让小金意乱神迷了。一边的金毛一看，得兄弟，你还是放弃吧，以你这条件去追人家，就相当于是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说罢，金毛觉得没啥意思了，就买单走人了。小金一个人在餐桌上看书，眼睛时不时看向不远处的小神。突然，他发现自己的梦中情人居然在跟他看同样一本书，这难道不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？这样一来，两个人就对上眼了。他约好星期天一起去书店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一转眼就来到了二人约会的日子。他们一起坐在书店了，讨论共同喜好的作品。小金发现两人志同道合，激动得连连咳嗽。这时候他发现小神基本上没怎么动过餐盘里的食物。天啊，原来小仙女都是吃这么少的吗？你怎么吃的这么少啊？被问到的小神只是说自己最近在减肥，然后就去了洗手间。晚上约会结束，小金准备跟小神道别的时候，小神却突然非常可怜的说道，自己住在食尸鬼吃人的案发地点附近，人家真的非常害怕一个人回家，言下之意就是想让小金送他回家。小金当然是乐意之至了，于是二人就一起愉快的走在了回家的路上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十分快乐。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没什么人的地方，途中咱们的香香还远远的看到了二人，真是好巧不巧啊！当小神说我快要到家的时候，小金就大胆的给小神表白，没想到小神也注意着自己，还主动过来拥抱了自己。小神轻轻的在小金耳边说，宝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吃的那么少吗？因为我要留着胃吃你啊！好家伙，我就说为啥小神看起来这么眼熟，她不就是开篇掀起腥风血雨的美女子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小神血口一张就给了小金一口，小金整个人都直接傻了，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这根本就是天鹅在吃癞蛤蟆肉嘛！金毛那个家伙说的一点都不准确，小神是越吃越上头啊，简直就像大猫猫在玩弄小老鼠一样玩弄小金，而小金只能不停的说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。大哥啊，你都被咬了几口了还说不可能。就在小金觉得自己这回是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工地上面突然来了个高空坠物，珍爱生命请时刻佩戴头盔。然后小神就这么挂了，接着就是救护车的声音，医生的声音。等着小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里了，但是他发现自己好像吃不下去食物了，原本觉得好吃的食物现在看着就觉得恶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的味觉出了什么问题？但是医生只给了他4个大字，并无大碍。出院后回到家里，他的朋友金毛给他放了一大袋子好吃的，但是小金并不觉得开心，因为他根本就吃不下去。郁郁寡欢的小金只能无聊的看着电视，电视里的专家正好就在讲食尸鬼的相关特征，我也搞不懂大半夜的为什么要看这种可怕的东西。总之根据电视里专家的描述，小金进行了一些测试，天哪，自己居然符合了食尸鬼的所有特征，不会吧不会吧，自己不会变成食尸鬼了吧？于是小金不仅不去自己喜欢的书店，连最好的朋友金毛也不联系了。傍晚，一个人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小金突然发现自己对来往的人非常感兴趣，准确的说是很想吃掉他们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大晚上的不要在大街上乱走。发现自己内心有这种可怕想法的小金赶紧跑开了。他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居然有一只眼睛红了，而且刀也不能伤害自己了。就在这时，小金被一种食物的香味吸引，循着香味他来到了一个阴森的巷子，巷子里一只食尸鬼正在啃食一具尸体。看到小金来，对方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准备递给小金一份，然后他就被另一只看起来很强大的食尸鬼揍了，居然敢在老子的场子开吃，活
活得不耐烦了。由于那只戴着框架眼镜，我们姑且称他为眼镜哥。眼镜哥看向小金，这家伙怎么只有一只眼睛是红的，看着真是不顺眼。加上小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进入了他的地盘，眼镜哥非常生气，开始揍小金，并且准备直接杀了他。关键时刻，一个美女子来了，居然是香香。没想到那个文静可爱的香香居然也是食尸鬼。香香就来给小金进行了一番温柔的理论，然后二人就干起了架。果然，动画里说话越温柔的人，干起架来就越可怕。只是一招，眼镜哥就落荒而逃了。然后就是小金的一番挣扎，他很饿，但是他不能和同类自相残杀。香香看到小金这样，于是直接拿起来塞到他嘴里，简单且粗暴。然后小金就被恶心吐了。见到小金这样，香香就直接开始揍他。这时候，一位老爷爷来了，就是白天是咖啡店的店长，原来他也是一只食尸鬼。店长及时阻止了香香，便把小金带到了店里，给他泡上了一杯爱心咖啡。小金一看不行啊，自己已经不能吃人类的东西了，所以他就一直犹豫着没动。店长说，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咖啡哦，这是我给你泡的爱心咖啡。小金一听，赶紧喝了一口，哦一西，这也太好喝了。见小金乖乖喝完，店长给了小金一包东西，说是让他饿得难受的时候填饱肚子的。小金感动得泪流满面啊。不过为什么做完手术后，小金就变成了食尸鬼呢？原来那天高空坠物之后，小神就挂了。后来医生为了救还有希望的小金，就将小神的脏器移植给了小金，于是小金就变成了现在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。回到家里，小金的肚子饿得咕咕响，但是他还是坚持没有打开店长给他的东西。正当他忍不住想要开封的时候，金毛给小金打电话了，这让小金迅速冷静下来。太阳当空照，小金还是决定遮住自己那只红了的眼睛，然后继续上学。看到小金，金毛疯狂地冲向了他，你这家伙终于回来上学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此情此景让小金感慨万分，自己何德何能够有金毛这样的好朋友。可是如果以后我是食尸鬼的事情被金毛知道了，他还会和我做朋友吗？小金的思绪很快就被金毛打断了。金毛让小金陪他去找一个叫西尾锦的刻薄的学长拿资料。一见到那个学长，小金就惊呆了，这不就是之前揍自己的那个眼镜哥吗？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眼镜哥他们双方都假装不认识对方的样子。眼镜哥东翻翻西找找，哎呀，资料没在这里，可能是在我家里吧。金毛，你去我家里拿吧。听到这话，小金自动脑补了他的朋友被眼镜哥揍的场景，于是主动提出来，不行，我要跟着一起去。于是三个人一起愉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离谱的是，半路上眼镜哥居然还跟金毛一起吃了人类的食物。他不是食尸鬼吗？为什么他可以吃人类的食物？就当小金满脑子疑问的时候，他们三人走到了人很少的地方。眼镜哥一脚踹飞了金毛，然后扼住了小金命运的咽喉。眼镜哥非常的狂啊，他友善地将自己的脚踩在晕倒的金毛的脸上。金毛请求打开麦克风说话，你不要踩人家的帅脸啊！看着自己的好朋友被眼镜哥欺负，小金终于决定奋起反抗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老子是病猫啊！没想到小金意识出自己食尸鬼的能力，眼镜哥就立刻节节败退，处于下风了。霎时间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此时的眼镜哥被打得一动不了，突然觉得活着真香啊 ，no 作 no die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小金也是一只食尸鬼了。看着昏倒在地的金毛，听着心魔小神的怂恿，小金突然觉得自己的朋友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小金张开了血盆大口。这时候香香出现了，你现在要是吃掉你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好心的香香直接就把小金打晕扛了回去。醒来之后的小金第一个见到的人便是店长，他问店长，我老是非常饥饿，该怎么办啊？店长的回答大概就是饿了就吃呗。但是小金坚决不想吃自己的同类。就这样，小金加入了店长他们的组合，开始学泡爱心咖啡。然而他们的对话似乎是被假装睡着的金毛听到了，但是他似乎很是淡定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金就开始认真的跟店长学泡咖啡了。店长也告诉他，这家咖啡店其实算是一个食尸鬼的聚会基地，为了观察人类并且融入人类社会，这家店也经常招呼正常人类，因为他非常喜欢人类。喜欢人类的什么？小金疑惑不解。这时候金毛也再来了店里，他告诉小金，他是专门来向把他们从事故中救出来的香香道谢的。看起来金毛仿佛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天真无邪，满脸笑容。金毛离开后，香香也是威胁小金说，你要是不想他死，就要隐瞒我们是食尸鬼的事情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。这时门外进来了两个女子，一个叫良子，一个叫厨师。香香告诉小金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好好照顾他俩。由于小金是新来的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原因。这时香香又问起小金知不知道提香者的事情。那么究竟什么是提香者呢？这里先卖个关子，我们下期再接着聊。各位观众大老爷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。我是大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